和优酷是吗？跑不了和优酷。哦，有点像妈妈在跟爸爸吵架的时候的状态，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就真的是妈妈和女儿，有时候可能是两个同龄女生之间的。郑雨欣是一个从天而降的男子，对他自己喜欢的那个人那种不舍和那种放不下，这都是花了很多时间去想的。你先来吧。我说了，你当然没有说了。我觉得他说的对。对，他说对，他说太对了。郑雨欣，我呢跟你说一个秘密，你也跟我说一个秘密。那些青春电影里不都这样演的吗？最讨厌青春电影。我也是。啥秘密？他在戏里边饰演的角色叫郑雨欣，然后是一个 DJ， 然后同时也是抖音的一个还没是 DJ 呢，梦想成为 DJ， 对，同时也是抖音的这个就知名用户，对，然后是一个非常热爱电子音乐，乍一看会给人是一种就是特别中二，就是对特别中二的一个男生，但其实也是一个内心非常敏感，然后有一点点小孤独的这样一个男孩子。子枫在《盛夏未来》中饰演的是晨晨，然后是一个很有个性、心思非常细腻、非常爱自己父母，然后是一个有点咋呼的一个女孩，小小的身体里面有非常大的能量，新时代优秀女青年。相互陪伴吧，我觉得，对，共同成长，温暖、缘分、青春。就是有共性，但确实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吧。就是首先年纪上面，就是我们其实是相仿的，但在性格上面可能还是会有些差异。我老了，我大郑雨欣3岁。我觉得郑雨欣要比我更加的心思细腻一些，然后也更加的要孤独一些。就我觉得他的故事内核聚焦的可能相对来讲会不只是存在于青春，然后更多会有成长啊之类的，而且他的整体的变化其实不光体现在两个孩子上面，就包括其实戏里饰演我母亲的郝蕾姐，其实前后期也有一个这样的变化，而且我们的每段人物关系上面也都还蛮有趣的，就是尤其是不光是晨晨和郑雨欣，就包括晨晨和他的母亲，其实相处的方式在人物关系上也都还蛮特别的，就可能不是大家常见的那种母女，就更像是两个小女孩这样子。今天呢，我为什么来呀？我想跟你们俩说，你们去年为什么没考好，就是因为你们恋爱了，然后又分手，分手能不影响情绪吗？所以呢，阿姨要劝劝你，两个人在一起谈。阿姨，其实你不用劝我了，就我们俩绝对不会分手。今年坚决不能分手。比较的丰富，就有的时候可能晨晨会像妈妈，然后妈妈会像女儿，然后有时候可能晨晨跟妈妈吵架的时候，那个状态可能有点像妈妈在跟爸爸吵架的时候的状态，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就真的是妈妈和女儿，然后有时候可能又是两个同龄女生之间的，所以就还蛮丰富的。就非常的感谢郝蕾姐，因为她演戏很真诚，然后她在做不同的调整的时候，带给我这边的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，就我也能返回一些可能跟以往的表演方式不太一样的。其实郑雨欣的背景和心路历程挺复杂的，我也挺可怜这个小孩，就是我觉得他一路走来其实挺不容易的，包括他的家庭，包括他的情感经历，有准备很多，有想很多，然后也有写人物小传，然后也有跟导演去聊郑雨欣她过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。因为其实对于在咱们的叙事就是结构上面来讲，郑雨欣是一个从天而降的男子，一下就出场了啊，没有反应过来，所以说在交代郑雨欣之前的家庭的时候，我就有好好去揣摩一下，包括他跟他父亲啊，就是那种比较生疏、比较不和那种状态，包括他对他自己喜欢的那个人的那种不舍和那种放不下，我觉得这都是花了很多时间去想。对，其实一开始还挺大压力的，但后来拍几天之后就完全没有压力了，只是跟导演方面啊，就因为觉得导演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，然后因为很尊重演员意见，然后平时也会跟我们一起开玩笑啊，扯点有的没的，就相处得很好。感觉陈导非常擅长去捕捉演员非常细腻的一些情感，然后也很会去调动演员的情绪，很会讲戏，然后就很厉害，然后人也很好。那子枫再次跟导演合作怎么样？就特别亲切，因为之前就合作过。
其实导演在我这块一直就是给我的空间还蛮大的，然后我觉得就是正是因为给了我这样的空间吧，这次在演晨晨的时候，他身上那些自由感的东西，看剧本的时候没有想到，但是拍摄的时候可能会越来越冒出来的。其实那段戏拍2遍，我们一开始是在三亚开机。然后三亚就是电影节的部分嘛，但那个其实是结局的戏，是整个戏比较高潮的一个部分。其实刚一开始要拍那个戏，我心里特别没底，因为那个是就是陈诚郑雨欣2个人就是在结局一个非常释怀，算是情感浓度非常高的、最高的、最顶点的一场戏，开机就要拍。然后其实心里特别没有底，然后拍完之后导演觉得还可以，但是拍到一半之后导演就说，哎，感觉不太对哦，你们就越演的就可能是大家熟悉之后默契越来越好了，然后可能大家感觉就是那种化学反应越来越不一样了，所以在快杀青的时候我没有把那场戏翻出来，又拍了一次，所以那场戏就有意思的点就拍了2次，但是也不知道他用的是哪遍。我们现在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Alright, this is DJ XYZ. Let's go. 说实话，我演这戏之前不是，我记得第一次跟导演就是聊到这个剧本，就关于电子乐的相关内容的时候，他就给我看了大量的，就是比如说那个音乐节的视频啊什么的，就有让我了解。但是其实到拍的过程中，也随着深入，就有对他有不一样的了解之后，就觉得还挺好的。因为我其实电子音乐是我这个角色接触的比较多嘛，但在接这个戏之前，我是完全不听电音的。但是现在我已经完全爱上电影了，我现在歌单里几乎全是电音，各种流派的。就其实，在不了解电音之前，以为电音就只是可能单一的那种节奏的梆梆梆梆梆。但其实，在你听过之后，其实电音也有各种类型的，有快的，也有慢的，也有抒情的，也有非常热血硬核的。在了解之后，就觉得很喜欢吧，因为我感觉电音很有包容性。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郑雨欣会这么喜欢电音的原因。那你本身就会打碟吗？我本身不会，本身只会打游戏，不会打碟。当时接完这戏之后，有去学习一段时间打碟，就是在拍戏的时候，因为打碟也算是真打了啊。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能，你先告诉我，就是那个举手，就不是因为你之前在倒腾那个倒太久了吗？然后不是。就是那个夜店倒太久了嘛，然后就加了很多水槽啥的，有水槽啥的。对，就是因为就在走调度的时候，觉得中间那个也比较空，然后就是也没别的事儿干，但是对就是里面有场夜店的戏，对。然后是我在夜店给晨晨打碟，郑雨欣给晨晨打碟，那场戏其实有很多部分都是即兴的。啊，都是剧本对，还有你拿那个他拿那个麦克风说话，我在拿麦克风逗他那个是我自己拿碟机调的，就是有些即兴的部分就比较生动，比较自然吧。因为其实碟机，科普一下，就它可以做很多事情，就可以做很多就是搞怪的呀。然后当时在现场就设计了一些搞怪的东西，然后逗乐嘛。导演都说现场很少喊卡，那也是喊卡的，不喊卡一直演的。如果用一个形容词形容盛夏未来的拍摄过程，你会用什么来去形容它？我觉得盛夏未来这个青春片的拍摄过程对我来说就挺青春片的，真的很精简。我觉得他说的对。如果用一首歌来形容你的青春，会是哪一首歌？我青春还没过完呢。现在啊，星空未来，盛夏光年。哇，你也我要我疯我要我爱吗？其实我有一个同事看完就是说，发现你让你去海南玩耍之前，你发现你家的门没有关。真的吗？